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Mama told 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r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开始今天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三位老师好，24位女生大家好，我叫张书恒，今年33岁，来自南京。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能和我一起组装家具。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机械。然后我的手机坏了，我也会在网上买配件，自己去组装、去修理。包括我公司的所有电脑都是我自己攒机，就是从网上买来配件，自己一台一台组装，从硬件、软件到网线这些所有调试都是自己完成的。如果材料多，他能自己装一个手机。你看这是他的工具。哇，摆得很好看。你要女朋友跟你一块儿装家具，是你装，她在旁边鼓掌喊加油，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个参与感嘛，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锻炼一个默契，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也会有非常有价值。6号，男嘉宾你好。你好。虽然我比较喜欢组装这种大件家具啊、猫爬架之类的，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组装乐高。我家有好多同学送我的乐高，不知道男嘉宾愿不愿意拼？如果你不愿意拼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拼。其实我也不太喜欢拼乐高。觉得难度系数太低了吗？可能不是喜欢的类型嘛，我更喜欢有一些挑战性的，而不是按图索骥这样。那你们两个还蛮搭的哦。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办过多的卡。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吧。我之前因为我家是住的南京的老小区，然后一到用水高峰期的时候，它供水就不足，洗澡的话水压比较小，然后我也不可能天天去澡堂去泡澡，所以我就办了一张健身卡，当时直接是办了11年的。结果我洗了大概4年澡，他就倒闭跑路了。然后我的前女友，她也是喜欢到处办卡，她光是理发卡就办了将近20多张吧。办20张理发的卡和办1张洗澡的卡，准备洗11年，哪个夸张一点？19号。大家好，我叫刘婉妍，今年22岁，来自江苏南京。我现在在一家自媒体公司做直播运营。我是那种很爱到处去办美容卡的人，就是这家有活动，我觉得啊好超值啊，我就办一个那个周期的卡，然后可能别家更吸引我，然后我又会去办。那个卡上的钱呢？钱就流走了，没了。
就对于这样子的话，你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是劝我，还是会以什么方式来跟我解决呢？我觉得办卡可以，把时间缩短，可以办少一点，就至少自己能确保能用掉。好的，好的，谢谢。如果用自己的钱就更好了。钱没关系，我可以帮你出。看片子。钢琴的美妙在于琴键的交织，在于清脆的回响。当跳跃的音符在我耳边环绕时，我感觉它在充盈着世界的每一处空间。我是张苏恒，我喜欢钢琴，但是我不会弹。和钢琴的缘分源于小时候，当小朋友们上台说我的才艺是钢琴表演时，我就会在一众掌声中感慨：会弹钢琴的人真帅啊！长大后，我就自己报班，重新拾起小时候的梦想，并且成立了自己的电钢琴品牌。虽然我弹得不太好，但是我很享受弹琴时指尖在琴键上飞跃的感觉。平时非常喜欢听钢琴曲，我的手机铃声都是钢琴曲。我觉得喜欢跟适不适合无关，虽然没有弹琴的天赋，但是可以继续保持热爱嘛。由指尖触碰产生愉悦的不止琴键，还有键盘。我擅长各类竞技对战类游戏，尤其是推塔类团体作战的。登顶成为世界第一，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在游戏领域也可以拿第一。2017年，我还作为电竞代表受邀参加共青团中央第1届网络青晚。我现在玩游戏不会超过1小时，因为我知道自律的重要性。我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和我爱的人身上。曾经的我健步如飞，身姿矫健，直到有一天，我的腹肌呢？我那跟了我12年的8块腹肌呢？不行，我不允许我没有腹肌。为了找回腹肌，我报名了为期2个月的封闭式健身训练营。训练营里人很多，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效率很高。你现在腹肌回来了吗？现在回来了4块，但我相信很快它会都回来的。希望可以在《非诚勿扰》找到那个他，我们一起去经营未来美好生活。8块腹肌回来了4块，还有4块流落在外面，也会在回来的路上。10号，大家好，我叫文喜，今年22岁，来自江苏州。你好，刚刚看了你的 VCR， 我也一直有一个钢琴梦、电竞梦嘛，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能接受你跟你女朋友年龄差距有多大？我能接受的年龄差距是10岁到大3岁都可以。哦，小10岁到大3岁。是的。怎么了？这怎么了？这也有问题吗？哎，我想问一下，灭灯，来，王佳琪，灭灯的原因是？因为他33，我22，我比他小11岁。哦，超纲了，都是这个原因吗？2号。也是，我已经快30了。哦。哎，你快30了，对，还在这个区间里边。他是可以接受大3岁到小10岁。他不是23吗？你谢谢人家，你快谢谢人家。谢谢。可是你真的看着好小啊，感觉。可能生活作息比较规律，因为我平时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然后平时除了工作的话，就是在家里面陪着我的猫，偶尔放松娱乐一下，打打游戏。哦，你直接说一个年龄范围，从多大到多大？23岁到35岁。来，这儿有一个冒出去了。怎么了？今晚多大？我22岁。22岁。你往下多说1岁能救5盏灯。我错了。这个不怪你，我告诉你，这个舞台上，只要提到刚性的数字界限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比如说，身高你有什么要求？160到170都行，梆边，我159，那个171，你只要有硬杠杠，它就有2头，它就冒出去。20号，你好，男嘉宾。
你好。我看你 V32里面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喜不喜欢和合不合适没有关系。请问你在感情里面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吗？因为我从小是特别喜欢古典乐器的，然后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学钢琴，但是家里面我妈妈她觉得可能学钢琴太贵了，觉得买一台钢琴也很贵，要几万块钱嘛。等我长大以后，我就已经有那个经济条件学习钢琴了，但是我已经无法再沉浸其中，就是花很系统的时间去学琴，所以后来的话，我就选择去把自己就是这一份像遗憾吧，我想去帮助更多想实现这份音乐梦想的人，去帮他们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就从事了制造电钢琴这个行业。制造电钢琴，是的，制造销售，也创立了自己的电钢琴品牌，还有自己的品牌，哇，好厉害！所以说，男嘉宾，你这个喜欢和合适的话，如果说你选一个的话，你选哪一个呢？我觉得喜欢很重要吧。OK， 谢谢。谢谢。8号。男嘉宾您好。你好。就是我刚刚在 VCR 上面看见你上面有写一项，就是你在电竞上拿了全国第1，是吗？我当时是在2014年某一个推塔类游戏打到过全球天梯第1。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游戏的女孩子，所以就是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打游戏。这个非常好，我可能现在玩MOBA 类型的手游，包括就是 FPS 类型的手游，会比较多一些。推塔类手游也拿到4个国服最强，每个赛季都是荣耀王者。FPS 类的手游也拿到全球最强和国服最强。我觉得《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开始慢慢往最强大脑方向发展了。会不会过一阵儿我就退休了，蒋长健来了？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1号。你好，男嘉宾。你好。比如你跟我谈恋爱，就咱俩周末就不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安排？就是我们的一天。就是如果我和女生谈恋爱，我更愿意把自己的空余时间去陪女生。如果女生喜欢组装一些家具，我可以带着她一起组装。她喜欢……你认识不认识爱组装家具的女生？不认识。那就符合我的认知了。如果女生喜欢逛街，我也愿意去陪她一起逛街。其实我个人说实话，我不太擅长逛街，就是我对服饰的搭配这方面可能不太擅长。但是我也希望有一个女生，她愿意去为我去搭配我的服饰，这样可以节省我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好的，谢谢。谢谢。不用擅长逛街，擅长买单就好了。15号。大家好，我是林一彤，今年23岁，来自江苏南京，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男嘉宾你好。你好。因为我看到你在 VCR 里面说你每天很规律打游戏，可能就是1个小时。但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女朋友想跟你打更长的时间，你是会遵循自己的原则，还是陪女朋友呢？我愿意把更有意义的时间放在陪女朋友身上。如果女朋友想打游戏更长一些，我觉得这些时间都可以根据她去调控的，因为2个人应该是相互去磨合的嘛。所以你认为想陪着他去做的事情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吗？对，我觉得，因为像我的话，我是希望能每天见到女朋友的。就比如说异地恋，我是不太能接受的。如果女生在外地的话，我工作时间我比较自由一些，我愿意去她的城市和她一起，就是能经常见面。我愿意更多时间去陪她。对，因为我也是江苏南京的，但是我因为是大学老师，所以时间可能会比较忙。如果我不能天天陪着你，你会有什么想法？如果你不能天天陪着我，我愿意天天陪着你啊。看下一条。第一段恋爱，女朋友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生。当时的我们对爱情有很多浪漫又不切实际的想法。那时候她列出一张表，上面写满了恋人必须做的100件事。她说我们做到100件就订婚。
但是才做到40多件，我们就分开了。可能初恋都是这样甜蜜，但又充满遗憾的吧。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段恋爱，我们是在相亲贴上认识的。我那时还不太懂女生的心思，猜不透她的文字和表情包后面的言下之意。比如她跟我说：“我今天不太舒服。”那你在家好好休息吧。我的回复被她判定为不关心，她跟我生气了好几天。还有一次，她爬完山跟我说她腰酸腿痛，当时我刚练完有氧，我就回她，我健身也挺疼的。她直接气愤地回我：“我不想知道你疼不疼。”那时候她工作也比较忙，我们见面沟通的次数不太多，她越来越觉得我不太会恋爱，就提出了分手。现在大家恋爱的时候，线上聊天会比较多，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读，会有很多种意思。恋爱中，我希望我们能更多的当面交流。在线上，我嘴很笨，但是在线下，我会更加懂你。而且我希望两个人确定关系以后，可以尽快的去见家长，因为我觉得见到家长才是正式的恋爱。我谈过3段恋爱，只有第3段是我们当时准备要订婚了，然后去带我见了他的家长。未来我想谈一段认认真真的恋爱，希望你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如果我没有理解你的情绪，可以直白的告诉我。因为我的工作不受地域限制，我可以去你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当然，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带着你和我的爸妈一起去夫子庙逛庙会。你的3段恋爱当中，只有1段是女生带去见父母的。是的，也不是非常正式的见家长。比如说我们确定正式恋爱关系以后，我可以挑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晚上有空的时候就可能和我妈或者和我爸一起在外面找个餐馆吃个饭，就是互相介绍认识一下。我觉得带女生见家长是说明，第一，我很认可这段恋爱；第二，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父母，想受到父母的祝福。我觉得受到父母祝福的恋爱才是好的恋爱。梁心月，男嘉宾你好。你好。好，那说到那个就是见家长的问题哈，就我可能跟你就会有一点点分歧了。因为我的男朋友哈，我什么时候会带他去见我的家长呢？就是要跟他走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而不是我谈恋爱的时候就会带，就是会给家人造成一个误会，就觉得你好像就没有认真在恋爱，在不停的换男朋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会干涉你的情感，他会左右你的判断。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父母会觉得这个男孩子很好，他就非要让你跟他在一块儿。我的父母也会给我一些建议，但是我更相信我自己，我的另一半是未来和我一起生活的，而不是和我父母天天一起生活的。我觉得应该为他负责，也应该为自己负责。是的，是的。谢谢。汪俊。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你的有一段感情里是有遗憾的，那你有没有总结出来接下来需要相处的就是一些细节呢？像我不太擅长线上聊天，比如聊天的时候，女生说一个好吧，我不知道这个好吧的意思到底是真的好吧，还是不行，或者她发个表情包，我也不太能理解她的意思。但是线下聊天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她的表情、她的喜怒哀乐来去判断她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绪，而更好的去照顾她。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说的是你的职业比较自由，那你就可以接受去异性的对方的城市去生活，是吗？是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比如说3个月、2个月都不能见到一面，然后天天线上聊天，这样会疯掉的。谢谢大家。留灯到时间比较长的是汪俊和江欣。江欣灭灯的原因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江欣灭灯的原因是？那个
我挺欣赏你的男嘉宾，谢谢。但是我的有一点观念就是和你不一样，挺不一样的。我爸妈他们对我家教比较严，他们一直灌输给我的都是什么时候谈到结婚论嫁了，你什么时候再把男朋友领回家里来。对，然后我也没有见过男生的家长，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不好意思。没事。其实提到见家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给女孩一点压力。这个词儿啊，见家长这个词儿，在不同的省份或者城市的文化背景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有的地方，它直接可以翻译成一起吃个饭，就叫见家长；在另一个文化语境里叫提亲。很多是觉得见家长就是提亲了，就是要拎东西上门，要谈论婚礼啊，在哪里啊，邀多少人，就到这一步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感受到的浪漫、甜蜜、激情的那个部分呢，好像还没有被召唤到，然后，又要很快见家长，所以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着急啊。是的，下一次再碰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可以以非常不经意的态度提一下这个事情，看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非常积极热烈的，好啊，什么时候啊？他是希望配合你的节奏，尽快把这个关系稳定下来。如果他表现出不是那么积极的反应的，也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感情升温的步调还没有那么一致，你的温度升得快一点，他的还没有赶上，不妨再拿出点耐心，等待这个温度同频的时候谈这个事儿，可能双方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很遗憾，非常遗憾。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有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莫非老师好，你好两位老师好，女嘉宾你们好，我叫樊世恩，然后来自西安，今年2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和对方一起玩抛接球。你有没有道具？有。来，杨小琴，会这个？好，你教他，你教他。其实这个它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2个绳子拿着，咱俩就对往上抛，然后把它接住。好 ，so easy。先试一把呗。试一把，好，开始。 Ready go！ 哦，明白了。他对默契有一定的要求，两个人要同时移动，然后要同一个高度。哦，好，你们再来。哎，再来。我想问一下，好玩吗？好玩，so easy。谢谢。这个我3岁就会了。来。还有谁想玩一下这个游戏？来，15号要不要来一下？大家好，我是林一彤，今年23岁，来自江苏南京，之前是我们江苏省体操队的一名退役运动员，现在是跑酷运动员。谢谢大家。他可以翻着跟头连翻10个翻回去。
他可以翻着跟头接这个球，我觉得你。小球类我可能不是很擅长，需要跟男嘉宾再默契磨合一下。你是体操是哪一种艺术体操还是竞技体操？竞技体操。什么项目？练全能的，4项都练，女子4项。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还有跳马。跳马。对，很专业。我最怕看的女子体操项目里边，平衡木。对，因为平衡木它是一根只有10厘米的木头，所以你的脚可能要前后或者是叠在一起，它才可以站在木头上。然后我们要在10厘米的木头上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空翻，所以说要很会控制自己。那你有体操这样的经历，但跑酷是不是如履平川？就是对，转型的话就非常的快，最快的拿到成绩是我练了跑酷不到10天，拿了第1个全国第3名。我的天！好，开始。再来。好，欢迎，这么厉害。谢谢。现在很多这种新出现的项目，好像是我们印象中传统项目的降难度版。对呀。你看腰旗橄榄球，其实就是橄榄球去掉了身体的冲撞。对。这个抛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毽子。我们小时候踢毽子得用脚，对吧？落点更小，然后肢体控制量会更大。现在就用2只手来接。想起来炒菜哈，抛起来接住。那比如说足球会变成5人制足球，现在有5人制、2人制、1打2。排球不就变成气排球了吗？气排球，都好像都不断的在。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对方就是太介意我拧东西拧的比较紧。什么叫拧东西拧的比较紧？这个跟我的就是工作有那么一点关系，因为拧瓶盖儿。对，在生活中我就有这个习惯。哦，紧到什么程度？不砸碎了打不开。真的。紧到就是它最起码它掉了以后它不会松啊，它里面东西不会洒出来，这种情况。它可以碎，但是不能松。2号，你好，男嘉宾，我想知道你拧东西比较紧是从事什么职业？我的职业的职称叫动车组机械师。哇哦！是高铁动车组的维护维修。我们刚刚看4号女嘉宾是中国铁工集团的哈。对，是的。你们是这个一个系统吗？属于有一定层面上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们就是主要还是高铁系统。哦，好。王佳琪。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这个爱好特别独特，就是你之前有没有和你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然后把你女朋友所有的护肤品的盖子拧得特别特别紧，然后她不得不向你求和，求求你了，帮我拧开吧，有这种经历吗？有过，但是很少，只有过1次。哎，你好像很熟悉。对，就是也是我以前经历过的一个事情，东西又拧不开啊，就只能求他，向他求和。我以为这个时候女朋友直接摔了，宁为玉碎，对吧？然后明天买一套新的。1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有一个因为我的职业带给我的习惯，因为平时上班的时候会穿白大褂，然后就会把笔顺手就往左口袋插，然后有时候在外面看到笔就往这一插，哦，好像没有口袋。啊，那跟我一样，因为我们上班也是穿的是工装，完了我平时要签字呀之类的，都是口袋这一块插。对对对，一样的。看第1条片子。铁路、动车这些词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远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有特别的亲切感，因为我的爷爷、我的父亲都是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到我已经是第3代了。我是樊世安，一名动车组机械师。
负责列车的技术检查和检修工作，确保动车安全上线。作为动车医生，工作5年来共检修3000多辆动车，每天检修16节车厢，平均2小时检修1辆车。大到车轮，小到2厘米的螺栓，绝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从爷爷、爸爸再到我，从蒸汽火车到绿皮火车，再到现在的高铁动车，我们祖孙3代见证了中国铁路这一路的发展。工作到现在，除夕夜我只和家人团聚过1次。把旅客平安送到目的地，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工作久了，养成了一个职业病，只要看到带有零件的东西，手就不受控制的想拧紧。德宝是我收养的一条流浪狗，捡到它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有了德宝以后，还结识了小区里面的流浪狗，每天投喂它们就成了我的日常。我曾经是当地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一员，从18年至今，我已经救助了3条流浪狗了。第一次救助的流浪动物是在单位门口捡到的，当时那条狗伤得很严重，开车往返60公里带它去医院，最后还给它找到了领养人。救助流浪动物，我也被咬伤过，而且留下了疤。但我觉得帮助这些弱小无助的生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狗狗，兄弟也是我生活的快乐源泉。我们好兄弟之间有一个名字叫铁胆火车侠，他们都是动车组机械师、车间管理人员、机车检修员。我们会经常聚到一起，如果有兄弟脱单了，就主动邀请他女朋友一起参加聚会，融入我们铁胆火车侠这个大家庭。现在已经有5个兄弟都脱单了，今年也是我们铁胆火车侠认识的第10年。希望10周年的聚会，我能带上女朋友一起出席。你每天检修高铁的时候，会不会真的那车开了1天，你发现哪儿松了？会。孟老师笑。就螺丝松动，其实这种挺正常的，因为它的速度快，但是它不是在一些重要部件上，因为重要部件它的力矩，它这个力打得特别大，所以它不会那么轻易的松。哦。旅客全部下完了以后，然后司机会负责把动车就开到我们的专门的检修库里面，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对这列车就进行检修。我最近在看一个纪录片，我很喜欢那个纪录片《航拍中国》。在好多城市，比如说像郑州啊、西安啊这些特别交通枢纽的地方，它的高铁站都有这种像车库。到了晚上，所有的车全部进去，灯火通明的，像他这样的工作人员开始检修。跑了1天的高铁，需要在晚上，基本上这个工作要持续1夜吗？是1夜。那个场景啊，非常壮观。李恒。男嘉宾你好，对于你的职业的话，其实我是很敬仰的，因为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我觉得你们是在我们这些旅途人和出行人当中默默付出的，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的安全。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因为刚才看你的 VCR， 你们有一帮很好的朋友，结交了女朋友之后，你们会互相带过去认识一下。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握手的动作，会不会就是一圈下来之后，女孩的手就会很疼？不会。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你跟你女朋友在以后的交往当中，比如说拉手的时候，你会不会下意识就是攥得很紧？过马路的时候我肯定会啊。好的，我没有问题了。汪俊。男嘉宾你好，我是4号女生，就是你是一个保护动物协会的是吗？一员。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现在是有狗狗吗？对，刚才 VCR 里出现那条小的那个澳洲梗，它就是当时我收养的一条狗。对，我是一个有狗狗情节的人。我想知道的就是，平时你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你的这样的工作日常，狗狗你平时是会自己遛啊，还是说会怎么样？对，因为我自己住，所以狗狗一直都是我自己遛，早晚。哦，好的，谢谢。11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你的 VCR 里面有说，因为你的职业的原因，就是过年过节不能陪伴家人。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工作跟一个家庭，就是陪爸爸妈妈或者是陪亲人，你是怎么一个平衡的呢？谢谢。这个问题也
确实他没有办法避免，就是因为在大家就是最放松的时候，出去玩呀、旅游呀这种时间，恰恰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这种没办法。所以就是这方面，我的家人也比较理解，而且再一个也是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为了旅客出行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个真的是要负责的。谢谢。1号，我就看他当时他说他们几个玩的比较好的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昵称，我就想到了我跟我的好姐妹们也有2个比较有趣的群聊名称，想给男嘉宾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闺蜜群叫做永寿宫，寿是胖瘦的瘦，然后还有一个叫全员饿人，饿是饥饿的饿，我们每天会在里面讨论饿了饿了饿了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这是没法永寿，肯定是。23号。男嘉宾你好，我叫张萌萌，今年26岁，我来自一个美得让人吃醋的城市江苏镇江。但是我目前在南京做一名小学英语老师。刚才我听见你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群名，让我想起来我们大学舍友也曾经有过一个。当时我是偶然之间突然接触到了一个专业，叫做休闲学，它是浙大的一个专业。并且设有硕士学位点，研究如何休闲休息的。哦，这个专业还招人吗？招的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改了一个群名叫休闲学博士群。我觉得梦儿想去了，是吧？他们也不招这么老的。10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 VCR 说，如果你兄弟有了女朋友，会带你们的女朋友去加入这个聚会。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行为是表明2个人正式确定关系呢？对，是的。好。什么行为？带你们的女朋友去加入这个聚会。对，是的。它是一个特殊疑问句。那就是带自己的那个女朋友去见兄弟，就表明你们2个人正式确定关系了。对，还有别的行为吗？那基本上没有了，因为我们认识时间都很长了，我们已经认识10年了，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互相都把对方都当做家人一样，就肯定要带他去见我这帮关系最好的这帮兄弟。我告诉你啊，对于现在的女孩来说，你带不带她参加你兄弟的聚会，没有那么说明问题。他带不带你参加他的那边的局，才说明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梁新月。男嘉宾你好，刚才呢你有提到，就是当你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你比较喜欢的，你可能会带着她见你的就是兄弟，代表的是你对她的一种认可。那么你觉得什么时候带去见父母会比较合适了？如果带去见父母的话，那就是意味着你可能是愿意跟他走入婚姻的一个殿堂。互相都了解对方，就是一些性格方面呀、生活习惯呀、这种程度的时候，然后双方都觉得可以，那就走回家，走回家。好的，谢谢。刚才片子里边说，你说你是你们那个小团体的 K 歌之王啊，对，算是吧。到你唱歌的时候了。寧願一生都不說話，都不想講假說話欺騙你。
谢谢。杨小琴，你好，男嘉宾，我刚看你讲普通话也挺好的，然后你居然会唱那个粤语歌，你就是唱的也挺标准的，去哪学的？就是一直听年代比较老的一些粤语的歌曲，所以就哦，因为我本来呢普通话是很差的，但是来到《非诚勿扰》这舞台呢，我听多了普通话，我觉得我普通话也长进了。粤语没有忘掉吧？没有，我回去一沟通，马上又醒悟回来了，觉得我普通话也长进了。你唱一个粤语歌我们听一听。我要有那个歌词我都忘了，我太专注看帅哥了。有女生想唱歌吗？来，王佳琪。男嘉宾想听什么歌？我看我会不会。我都可以，都可以。你平时喜欢听什么你就唱什么。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希望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岁月里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现。唱到这儿，谢谢。哎，挺好听的啊。声音很好。好，看下一条片子。我一共有过2段难忘的感情。第一段，她是我们班的班花，我对她一见钟情。当时我没什么恋爱经验，就想着主动点，爱情不就来了吗？每次上早课，我特地多买一份早餐带给她。下课后，我怕她一个人回去会孤独，就会送她回宿舍。她生日的时候，还特地送了她我很喜欢的手办，但是她呢，对这个礼物不太感兴趣。当时我就只想把我觉得最好的东西送给她，但是却没有想过她真正喜欢什么。后来她对我也有了好感，慢慢的我们就走到了一起。相处的过程中，我还是按照我以为对她好的方式来照顾她。有一次我约好了要陪她去逛街，我闺蜜也去逛街，我们一起呗。我当时以为她可能也需要一些闺蜜时光吧，我就不去了吧。你确定你不去了？我不去，你们去吧。哼，我还很贴心的给她说拜拜，回来带你俩吃饭哦。但是打完球后，我在球场等了她好久，她都没出现。给她打电话，我以为你打篮球就能吃饱了呢。她其实是想让我陪她去逛街的。我总想对她好，但又不懂她的心思。之后我们的沟通也越来越少，慢慢就走向了分手。经历了这段感情，我也有所反思。有时候我一意孤行的自以为是在为女生着想，其实根本没有照顾到她。在以后的感情中，我一定会多站在女生的角度为她考虑，少一些自以为的想法。第2段感情，她是一个很有学识和教养的女孩，她会和我分享一些她的所见所闻，我也很愿意倾听她和我说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的相处一直很融洽，但还是在消费观上产生了矛盾。每到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都会精心为她准备一些浪漫小礼物。你怎么又买这样又贵又没用的东西啊？我觉得偶尔花钱为对方制造一些纯粹的浪漫是一种爱情的调味剂，但她却觉得没必要买一些不实用的东西。有段时间我特别迷恋球鞋。嘿，哎，你怎么又买鞋啊？这么多鞋你要穿到猴年马月啊？哎呀，那我就这点爱好嘛，别生气嘛。但是每次都不欢而散。后来他出国念书了，原本已经有了裂缝的感情，因为距离变得越来越淡，最后就断了联系。经历了这段感情，我也重新审视了自己当时的消费观念，再也不会盲目的做发烧友。希望未来的他能和我有契合的消费理念。如果他能在健康的消费理念基础上支持我的爱好，那就更好了。司马懿。男嘉宾你好，我刚看到你上一段恋情可能是因为异地而产生的一个分开的一个想法，想问一下，对你而言，什么算异地呢？其实我觉得距离隔得多远都无所谓，因为现在交通这么便利，这么发达，
去哪儿都是没有像以前那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刚才说到异地恋的问题，大家认为异地恋的这个异地的距离有没有大家的一个想法？李恒。我之前处过一个男朋友，当时我是在长春上大学，他呢是在三亚读大学。我觉得距离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心与心的距离。对呀，心与心远了之后才是最远的距离。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地理上的距离会不会带来心理上的距离？其实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两个人分开之后，随着我们的交流的人群发生了变化，可能话题会越来越少。再之后就会有一些很细碎的问题，比如说细节打败爱情。再后来就是因为距离也远，时间也长，然后再加上温差也大，心就变寒了，变冷了。这个其实也分人，有的人格他是有比较强的接触渴望的，就是有一个类型，他是对触碰是要求是很高的，要粘在一起的。对，那个比如说在一起一定要牵着手啊，或者坐在一起啊。还有就是两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们看就是乐趣来自于哪里？有些人的乐趣来自于一起逛超市啊，一起生活啊，见我们共同的朋友啊，去你爸妈家吃饭啊。对。那有些人的乐趣来自于这里，那他就需要一份就时时刻刻在身边的感情会比较好。烟火气的支撑，对但有的是精神享受，他看电影，他看书，那这个其实完全可以在线上完成。所以，你刚才片子里边说到的那个女生说要去跟闺蜜逛街，她当时怎么说的？她当时说的是我和我闺蜜去逛街，她让我陪她一起去。我真的没有说是就想去打篮球，我真的不想陪你，我没有这种想法。我可能是太过于站在她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我想着你和你闺蜜在一起，那你俩就去好好去转，我就不打扰你俩。对呀。而且我一个男生跟着，也确确实实是。有的时候吧，在我的这种性格里边，我有时候觉得很多女生有话不直接说，让男生猜，绕着弯儿也挺讨厌的。但是刚才那个情境，我觉得女生一点毛病都没有，人家把诉求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跟闺蜜去逛街，希望你陪我一起去。她说不，我要打篮球。这不是你的毛病，这是谁的毛病？你说？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发生完了以后，我也反思了，一句话就是，成也我以为，败也我以为。哦，我教你一招，下次再有女生这么说的时候，你只要问一句，她就不想带你去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教你一招，下次再有女生这么说的时候，你只要问一句，她就不想带你去了。你问你闺蜜好看吗？你只要问完说你去打球吧，保证好使。不敢不敢不敢。最后一个问题，20号。你好，男嘉宾。我其实跟你挺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汉服嘛，然后很多男生他不理解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汉服，就会觉得这衣服你平常又穿不出去，然后还这么贵啊之类的，就跟你买球鞋的这个事情是差不多的。不，球鞋能穿，穿汉服的很少。汉服也可以穿呀，为什么不可以穿？是可以穿。我也觉得现在没什么场合说是这个。不合适穿这个有吗？没有，但是比如说我男朋友他有点社恐，他就可能会提前跟我说，就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穿汉服出门？会有这样的男生的。哦。然后我也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交往以后，那您会到女方的城市来，还是说是希望女方要到你的那个城市去工作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希望女方能过来。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它太固定。好的，好的。现在留灯的是19号、22号，有请19号、22号。
男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汪俊。智推。那轩的智推女生是金文1号。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性格精致有品，体面大方，彬彬有礼，能量感满满，待人友善温和，热情温暖，乐于助人，重情重义，感情中十分爱怀旧，享受心有灵犀的瞬间和精心准备的约会时刻。而女生呢，可爱大方，善良温暖，踏实肯干，努力而且敢于尝试，做事情既有条理又按规矩来。感情中希望另外一半善良有爱，懂得照顾人，能够呵护他，珍惜他。男生更热爱生活，喜爱女生的大方和顾家，女生可以跟随他的步调，欣赏男生的眼界和善心。来看女嘉宾的资料：古婉瑜1，我的插画世界；2，择偶标准；3，我的热爱。我选2吧。择偶标准，希望未来的男友专一、温柔，性格脾气好一些，最好身高比自己高一些，有上进心的话就更加分了。汪俊1，恋爱准备；2，希望你也喜欢；3，最大的爱好。我选3。每周至少会逛1次超市，觉得这样特别有生活的富足感。把食材买回来，还会自己做一点菜肴。如果未来能和男朋友一起逛，那就太美好了。经文：我的一天，浪漫主义选手小傲娇。我的一天，第一个。平时是早八晚五的打工人晶晶，规培的日常就是在科室进行一些辅助工作，平时有空会去技能训练室练习技能操作，积累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以便能够更好地进行临床工作，为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而努力。下班后的生活，我喜欢打卡、展览、美食、探店、拍照等等，丰富自己的业余时间，希望可以找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享受生活。牟心怡，这样的类型，讨厌的类型，我的小爱好。第二个讨厌的类型，不喜欢碎碎念、没有上进心的男生，如果一直讲一些没有意义的内容，出于礼貌，当时会耐心听完，之后就不会再接触。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以后在我们的恋爱周年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安排这一天？如果说工作不忙的话，可能就是出去吃吃饭、聚聚餐、看看电影这种。对。我希望是有些生活感的。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很满足的状态。静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会提前准备，就比如说准备一个纪念的相册，记录下我们这些年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畅谈一下我们这些年的经历和过往，再交流一下对彼此的印象和爱意。首先啊，就是我是一个工作比较重要的人，所以如果说有工作安排，我可能会优先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安排的话呢，那我可能就听男生的。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你的决定是？
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就知道那是爱，忽然你会飞真的快，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哦，男生生出来，女生快乐涌上来。哦哦哦哦，关键字是爱。再见。离了就很快，安静对望也想告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徐恒，今年28岁，来自武汉，现在在合肥，谢谢大家。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跟女朋友一起制作影集送给老人。老人是指？比如说可以是我的导师、爷爷奶奶、我的姥姥姥爷，还有一些曾经对我有过帮助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敬老院的老人们。包不包括女朋友的长辈呢？那必须包括。谢谢孟老师提醒。19号。男嘉宾你好，我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见到我的爷爷奶奶啊，他们我回去都特别爱跟他们一起拍照片，然后做成相册，然后送给他们。我就希望以后我的另一半可以陪我一起这样做。2号。你好，男嘉宾，我是特别喜欢用相机去定格一些美好的瞬间。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把我带大的，然后。对，这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哇！我爷爷奶奶结婚，他们是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婚礼，穿上西装、婚纱，两个人去拍一套照片。所以我就在我爷爷70周岁那一年，就是送我爷爷奶奶一套婚纱照片。拍完之后，他们很开心。那个照片他们挂在家里，就一直会去擦那个照片。女嘉宾非常棒，谢谢。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女朋友在我做完家务后不夸我。双重否定。哎，不希望不夸我，就是希望要夸我。哎，对的。你都擅长哪些家务事呢？我平时的话会比较喜欢收拾屋子，特别是我自己的书桌，也会简单的做一点饭菜。我希望我做完这些事情后，我希望我的女朋友能够简单的夸一夸我，哪怕就是一句简单的“你好棒呀”，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了。以我对他们了解，只要不让他们做，夸没有问题。我有个问题，自己书桌收拾完也希望对方夸一下。因为书的话肯定是我们一起看的嘛，这样子的话我们都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阅读空间，不挺好嘛？所以就希望会简单的夸一夸我这样子。简单的夸一夸，对，不过分。哎。20号。那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女方做完家务，或者说是她为你做了一顿晚饭之后，你会夸她吗？哇，那必须夸，不只是用语言夸，甚至会用一些行动来表达。比如说，我会奖励她带一顿去吃外面吃一顿更好的。这边把饭烧好了，太好了，亲爱的，咱们出去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可以，以后你做家务，我来给你洗水果、切水果吃。哦哇，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感觉这个日子就已经快要过起来了。李恒。男嘉宾你好。哎，你好。我觉得我们非常有缘。因为你的名字里带一个恒字。哎，是的。我的名字里也带一个恒字。希望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牵手一个
你这话说的，他的叫徐恒，你叫李恒，按你这个逻辑，他就应该把你牵走。那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叫双恒吗？这个有点早了吧？对。李恒、徐恒，你们俩有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合适呢？许恒顺。4号。男嘉宾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建议女生有时候会把家里弄得很乱七八糟的吗？啊，那没事，我帮您收拾嘛。好看第一条片子。从小就有人告诉你数学很美，但没有人告诉你数学为什么很美。我是徐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础数学在读博士。老爷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从小在他书房中看到很多数学书籍，虽然看不懂，但就觉得各种公式长得特别好看。上小学的时候，我发现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竟然是一样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圆周率。圆周率我大概能背70-80位，3.14159265358979323846263383287950288。其实元素周期率我也能全部背完，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抗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胶锗砷硒溴克如斯乙锆尼锰德镣铨钯因镉因硒提碘铯贝兰斯。还想我背其他的吗？在数学这条道路上没有尽头。我曾获得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世界前1%，福建省厦门大学数学竞赛全省第4。博士之后，我希望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让对数学有天赋的孩子得到更加系统的学习。我的爱好就像极速求和，各种爱好就像像素、花式篮球、花式俯卧撑、健身、密室逃脱、剧本杀、变魔术，像素还在不断的增加，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丰富。通过爱好，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去年我生日来了40多个好友一起庆祝。这次为了参加《非诚勿扰》，我还特意准备了外拍稿件，按时间线规划了我在台上的时间，光改了10遍。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希望这次直接牵手，这篇文章我就不用再修改了。作为一个数学家来说，不是数学家，叫数学爱好者吧？我认为就是数学家。谢谢夸奖。都在读到博士了，就不是爱好者了，是研究人员了。明天答辩。明天，明天答辩什么？对，是博士论文答辩吗？对对。明天。对。那你可以说一下你博士论文的题目，让我们崇拜你一下吗？阿尔法拉普拉斯算子的正则性，阿尔法拉普拉斯算子的正则性。你慢一点说，虽然是汉语，但是我理解起来有困难。我不是汉语，不是汉哦，那难怪我不懂。再说一遍，阿尔法拉普拉斯算子的正则性。你就当我们听过了就行了。哎，我相信您听懂了。这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他说相信你听懂了。21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首先先祝你明天答辩顺利。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说你很喜欢交朋友，你去年生日有40多个好朋友来参加了你的生日聚会。对。那如果说我们2个在一起以后，我只想要和你2个人自己过一个很甜蜜的生日，这样可以吗？也可以。我之前有女朋友的时候，也就是和女朋友2个人过的。这个我完全尊重女朋友的意愿。对。我得拦着她一点儿。我就在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如果今天你待会儿在台上牵手了一个女孩，哎，你很满意，她也特别喜欢你，哎，开心的就不行，把她的姐妹都叫上，今天狂欢一晚，这不现实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明天得答辩呢。
问题就在于你知道有可能会影响明天的答辩。哦，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还是根本就不难？根本就不难，就是答辩不要了。那肯定答辩第一。你的这个圆周率能背多少来着？100。那我们要验证。好，来开始。34885362888463838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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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谢谢大家。我仿佛又看到了蒋昌建的音容笑貌。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其实我本来明天是有最强大脑这个安排去测试的，但是因为答辩，所以这个计划取消了。答辩比较重要。哎，对对对。男嘉宾，你记忆的话会找一些规律吗？还是就是强记？有的时候是强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数字它可能代表我熟悉的号码，联系起来也可能把它变成一些物件，方便我去记忆。然后我看你好像不是4个段的，你是5个5个段的是吧？这个我不一定，因为前面大概50、60位我是在我小学的时候背的，就这部分印象会比较深刻。然后的话，后面大概40、50位我是昨天下午现场背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可能节奏有点不一样。哦，明白。我们也是小学，我就当时背的23位，现在也就只能到这里。陈老师也非常棒，谢谢。而且陈明老师，我跟您其实是老乡，对，因为我也出生在黄石，咱们可能还是校友呢。你是哪个所学校？我小学在武汉路小学，然后初中在黄石八中，高中在黄石二中。请问您？哦，因为我初中之后就到武汉了，我在华11。失之交臂。你在数学方面获得的最好成绩是？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在数学方面获得的最好成绩是？大3的时候是获得过景润杯数学竞赛福建省第4名。2021、2022的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都是世界前1%。世界就是大部分的数学爱好者都会参加的一个活动。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问一下，你是那个数学博士嘛？但是你那个找女朋友能不能接受，就是数学成绩就比较差的？这个没关系啊，这个咱们可以互相学习嘛。我教你数学，你教我别的技能嘛，这样子咱们互补是挺好的嘛。行行，谢谢。哎，不客气，谢谢。15号。男嘉宾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做过和另一半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浪漫的话，我对于前女友的浪漫，比如说第2天赶凌晨的飞机，我会去这个机场陪着她。当时机场还没有这个睡觉的地方，然后我就是陪她在这个座位上坐了一晚上。早班机是吧？对，我从11点的陪她坐到早上6点钟这样子。就是一直在跟他讲笑话，哄他开心这样子。能讲一夜笑话，7个小时笑话，也不是一直讲笑话了，就是可能聊聊天。对，你除了最强大脑，也可以去脱口秀。哎，真的，你们导演就一直就建议我这么去。这个男生来这儿大概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准备的那么充分的。过奖过奖。你真的是已经把就是在台上待多长时间，要哪些环节都已经考虑到了，是吧？大概了解了一下，对。我决定把点女生发言的这个权利也交给你。哎，好嘞，感谢。选一个我的这个吉祥数字吧，因为我的生日8月8号，那我点那个举手的。哎，举手的。那哇，这么多呀？那就请这边的20号吧。你好，男嘉宾。哎，你好。就是您说您那个姥爷也是在清华大学上的学，对。然后像我的话，我家庭就是一直做生意嘛，可能在这个学历上面不是那么门当户对，这一点您介意吗？不介意，因为你教我做生意，教我创业，然后我教你这个相关一些数学知识或者一些别的知识，这样子咱们互补是非常好的嘛。也就是说您家里是不介意就是找一个学历比你低的女孩子？当然不介意，对。OK 的，好，谢谢。不客气，谢谢。
要再找个学历比他高的，空间也不大了。也很难。你真的是准备的充分。来，我们看看大屏。第20稿，其实我也记不得多少稿了，对。5件衣服、裤子、白 T、白鞋，哎呦。然后孟非在台上说出来，给自己加分。Cool 这个，那我没说出来，也不减分。哦，怪不得他刚才跟我说，跟我都是黄石的。但是你没有说你爸喜欢我，你妈喜欢黄澜，你没说。对。哦，我现在补充还来得及吗？因为刚开始上台一下子忘了。你父亲喜欢孟非，母亲喜欢黄澜，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喜欢陈明。我们家没有人喜欢我。我喜欢您啊！你都没写，你只说我们是老乡。哎，你看，抬头看对面，微笑后再低头选心动女生。哇哦！我认为他再往下写就是分镜头剧本，比如说他低头的时候有镜头的特写。这个我不太懂。哎呦，你看基本资料括弧观察女嘉宾的反应反括弧。哇，这高级厉害！而且你看倒数第2行，聊天2分钟，现在我会哄女生了，知道女生需要的是情绪调节。太快了，这是第2条片子。哎，对。我们慢慢来。哎，好嘞。你先开始才艺。哦，行。好嘞。哦，换手指。我。哦，谢谢大家。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魔术表演。魔术。OK。能文能武，能文能武。让我喘一口气行吗？可以，是有点累。一般来说呢，男嘉宾带才艺呢1项或者2项，没有这么密集的像串烧一样的展示。对。OK， 现在大家仔细看，这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54张牌，每一张都不一样。首先，我想请黄澜老师上台来帮我戴上眼罩。挺好。然后的话，请在这一副扑克牌中随机选取1张，给摄像机看，给现场观众看，给24位女嘉宾看，不要给我看，谢谢。然后请把这张牌背面交给我。背面好。好，现在可以请黄澜老师帮我把眼罩摘下来了。OK， 刚才这个选牌的过程中，大家都看清楚了，对吧？我显然是看不到的。OK， 黄澜老师可以请您回去了，谢谢。然后的话呢，我把这副牌插进牌堆中。好，接下来呢，我想办法要找出这张牌。怎么找呢？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洗牌，来个桥式洗牌。这样子可能洗的稍微相对乱一点了，对吧？但是的话呢，这样子也许大家还不够满意，我们就来一个最刺激的，把一副牌翻过来，再翻正，再翻过来，再翻正，再翻过来。这样一副牌的话，就已经弄得非常乱了。有点错乱。接下来就我来找出这张牌。好，我们把这张牌完整的摊开在这个桌面上。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有一张牌是背面向上的，大家看到了吗？好，现在请问黄澜老师，您选的是什么牌？草花八。草花八，对吗？好，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哇！好，谢谢大家。可以。不错。好，看下一条片子。
我有2段记忆深刻的恋爱，第一段发生在大学校园。她是一个可爱娇小的女生，教育专业的她非常细心认真，上课的笔记页码标注的都特别清晰。她去乡村支教，我也会陪着她一起。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大部分的时光是甜蜜和美好的。但她喜欢在特殊时期喝冷的饮料，我知道对她身体不好，就会阻止她，她不听我就会有点生气。后来就发现我们吵架永远是我在承认错误，她永远不会承认她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事情只能让女生自己发现，不能让我说出来。后来我就买了一些书，去专门学习恋爱中的相处方式，在书上学到了怎么哄女生，了解到女生需要的是情绪协调，而不是解决问题。我还调查过很多中年夫妻，我总结了几个共性：男性一定要让伴侣有崇拜的地方，并且能给家庭带来足够的物质保障，同时也需要女性撒娇卖萌夸丈夫。所以我的第2任就很快拿捏住了我，他很会夸我，也会卖萌撒娇，我和他的相处非常符合书上的要素。我本以为我们能走进婚姻殿堂，但没想到他和我恋爱的同时也有其他的选择，最后我选择结束这段感情。有关爱情的公式永远有着2个变量。我希望未来的你情绪稳定，爱笑，积极上进。我也愿意为你学习各种技能，做家务做饭，永远的站在你的立场。一个人最大的成功不是赚多少钱或者拿了多大的奖，而是永远的被爱着。你准备好了吗？他不光是为上我们节目做了大量的准备，他为他的下一段感情也做了巨大的准备。还行。 6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我是一个软件工程的在读博士。哎，非常棒。然后就是有一个问题，我看你对未来和对整个恋爱的一个规划很理性，而我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人。那这样双方都是很理性的碰撞，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对来说不是问题，因为通过我这个看书也好，通过去做调研也好，这些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通过学习去解决的。就是感性也是可以学出来的，是这个意思吗？有的问题可以解决，可以学习，有的可能就不太好学了。19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看到你说，就是你已经学会就是怎么哄女生，然后我就想问你，如果就是2个人都在气头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就是首先的话，我一般不太会生气。我可能唯一生气的点就是某个人在我就是可能稍微熟悉点的领域指手画脚，可能我会相对来说有点生气。对不起，在他的领域里指手画脚，就讲数学问题，改他的博士论文。不，在数学的领域里边指手画脚是吧？就比如说，相对来说，对于我的博士论文，可能了解我的可能也只有我的导师了。就是相对于这种问题，或者说我自己做数学教育嘛，然后就是可能对于一些教育的看法，可能就是希望不太能够在这种问题上非要强加他的观点在我身上就行了。好的，谢谢。23号。男嘉宾你好，你有一个优点我非常的欣赏，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去寻求专业的意见，你会去寻找一些专业的书籍。对，你说的那个夸人我也非常赞同，就是要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然后我自己其实也特别喜欢夸男朋友。哇，太棒了。是的，然后这就是太棒了。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家里休息，然后我累了一天回来，但是我看到你这样，我觉得很不关心我。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和你争吵，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会先表达自己的情绪，告诉你我很委屈，因为我很累，但是你没有问过我，然后我会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我希望你给我倒一杯热水，这样我会很开心的。然后等你做完这件事，我会立刻对你进行猛烈的夸奖。谢谢。对，就是因为你不开心呢，首先的话，我肯定是希望你先把这个情绪发泄出去，然后的话，我可能再会想办法去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您说是吧？我完全赞同，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对。他们聊得很好哎。
他们俩再聊下去，能写出一篇博士论文来。1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从短片中看，说你会买一本书，从书里面去学习怎样和女生相处。对。那万一女生的某种行为书里没有记载，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那我再多买一本书呗。那你就不会根据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跟他的关系吗？还是说一味的去寻求书本里的知识去做？哦，当然肯定，书上的话只是一些理论指导，肯定还是要实践的嘛。所以有些问题我也会请教我的女性朋友，对，会让他们去帮我就是解决困惑。这怎么了？怎么一下？开始灭灯出自去请教我的女性朋友。李恒。男嘉宾您好。哎，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哎，好。就是你的这种逻辑性会不会贯穿到你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几月几号某点某分，你跟你女朋友就是说了一句话，你很不高兴，然后在有一天你爆发之后，你会像背你的圆周率一样，就是2022年12月几月几分你说了什么什么话，然后你就一下就是全部拖出那种，就是数字这种东西会不会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这个不太会。其实数学再往后学的话，其实基本上对数字不敏感了。那个女嘉宾的意思是你记忆力好，但是你会不会记仇？对呀。那我从来不记仇，一般来说我都不怎么会生气的，所以说仇这个肯定就更不太可能。你只要不在数学领域指手画脚，你稍微对自己有点数，不就行了。最后一个问题，4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有一些感情问题的话，你会问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对。就是你的观点，你身边的女性朋友的观点，还有就是你的对象的观点，那你会更倾向于哪个观点呢？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在没有女朋友之前，我会问我的女性朋友。但是我在有了女朋友之后，我肯定就不会再去问我的女性朋友了，我可能会去书中去寻找解答，或者网上看。从女性朋友一头扎到书中去寻答。就是我有2个你的观点哈，想交流一下。一个是你在 VCR 中说的，因为第一段感情不顺利，你去做了2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很欣赏。一个是去看书，有理论；第二个是问了很多中年夫妻，有实践。对。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男生要有崇拜的地方，要解决物质，然后女生要会夸。对。就是我感觉你很多时候会先用理性先行，你觉得你对了，你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感情生活中往往是我先爱了就是他夸我是因为他爱我，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我也很喜欢被夸，就是纯粹的由着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好的，谢谢。对。有哪几个维度会让女生迅速会有大概17盏灯就灭掉了？首先女性朋友。这触犯了这种安全性警报，所以刚才有女生4号最后一盏灯问说，新朋友跟女朋友发生了冲突，你优先谁？这是明显是一个优先性的忧虑。其次，你过于仰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规律的探寻，你忘了第一步是跟女朋友沟通，而是去翻书，这又使得他们的独特性和个性也发生了淹没。哦，理解。一定记住这个部分，就是规律永远是属于过去的，但人是活在当下的。像刚才黄老师跟你的沟通，其实都是在告诉你让感性流动起来的重要性，但是它会让你有不适感，因为这是一个你完全陌生的领域。数学就是一个追求极致确定性的学科，对。但是人不是的，人一旦变成公式就固化了。数学追求确定性之美，人性和艺术是追求不确定性之美，爱是属于艺术和美的范畴，这是给你的建议。谢谢陈明老师。
要准备博士答辩了。好嘞，好，谢谢。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先路口，感谢那是你。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2位老师、24位女嘉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文杰，今年24岁，来自浪漫之都大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们做彼此的坏情绪回收站。司马懿。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在倾诉的时候，你是更希望你的另一半是默默的陪伴，还是说你也可以希望他对你的这些坏情绪有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开解你的那种呢？我更希望的是给我一些建议，然后也帮助我从那个坏情绪当中走出来。梁心月。男嘉宾你好，提到坏情绪的回收站，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向你抱怨，我老板把我熬了一个通宵做的文件，然后批得一文不值，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安慰我呢？如果是从事电子就是软件行业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一起。女孩子从事软件行业的其实真的不多。没事，我也可以带你去玩，然后带你去看风景，然后帮助你散心。啊，这个我就很喜欢的，谢谢。不客气。1号。男嘉宾你好，可能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有坏情绪，我不会向你去表达，我更多的会选择自我消化，这种方式你能够接受吗？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你会跟我说，如果你连坏情绪都不跟我说的话，那你要把这个坏情绪给谁呢？可能有些烦恼我不想去跟别人说，就是自己消化掉，自己把自己说通了，我可能就好了。我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真的挺有价值的。我觉得吧，这个事情人每个人都有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来源会很多。比如你刚才举例子，老板把我骂了一顿，客户挑剔我，负面情绪的来源不一样。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消化掉一部分的，有一些情绪可以留给最亲密的人，有一些情绪可能闺蜜之间的那点事儿。这些事儿难道不应该找另外一个闺蜜沟通起来，比回去跟你那个男朋友说，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我们不同负面情绪的来源，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出口，把一切都倾倒给他。时间一长，那个垃圾桶它也有容量的极值，它也会爆炸，它不像电脑，你会随时格式化掉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天天吃醋，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大连呢是一座三面环海的城市，所以它的海鲜是非常多的。今天带了没有？今天带了。你出海鲜，我出醋。李嘉欣、杨晓晴。你们看起来很饿的样子，真的好香哎，好香，我也闻到了。金好价，一打一打的开 ，cheese cake 蓝莓派了，连吃个10几2位老师也，这确实挺好吃的，这个醋很绵，感觉配上这个扇贝啊，老好吃了。醋很好吃，配点扇贝就更好了。对。OK， 你不来点醋？那什么叫不来点醋？我恨不得拿着瓶子吹，真是。
你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那么爱吃醋呢？就是因为醋的话会比较提鲜，而且我个人的话吃醋也是吃的挺多的，比如说饺子、包子我都会蘸醋。哦。3号。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因为我看这个天天吃醋，那你是不是生活中也很容易就是吃醋的一个人？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因为我看这个天天吃醋，那你是不是生活中也很容易就是吃醋的一个人？情感上我也会吃醋，但是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人，只要不触碰我的底线的话，我都是。那你的底线在哪里呢？比如说跟异性单独出去约会吃饭的话，不跟我说一声，我可能。那就男性朋友比较多呢，也可以吗？就是说只要报备都可以。我更希望的是，你跟你异性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带上我，因为我可以在你的圈子边缘生活，但是我不会介入你的圈子。可以，好，谢谢。带上你是什么？你在旁边一桌坐着。不。圈子边缘不是饭桌边缘。有那么卑微吗？你们吃饭我在旁边看着，是吧？好的，看片子。感受并捕捉这个世界，将它的线条和色彩用设计的语言表达出来。我是苗文杰，一名平面设计师。工作中我有个绰号叫2把手。在完成甲方的想法和需求之后，我还会另外再出一份体现自己创意的作品。无论做什么都要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手工教给我的道理。我的空间感很强，空闲时会建3D 模型，导入到纸模软件里做一些手工小摆件。工作之余，因为游戏天赋被选中职业战队，有人说这是玩物丧志，但是当我背着鼠标和键盘，做着38个小时的硬座去打比赛的时候，这是追梦的感觉。玩游戏成为职业选手，所在战队也拿过全国第2的好成绩，实现过电竞梦以后就没有再继续了。我觉得经历过就够了。我还很喜欢汉服，帮朋友参加一次汉服活动后，我就迷上了汉服文化。汉服里蕴藏着古代出彩的设计元素，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有一部分人觉得汉服是女生才喜欢的，但他人的不理解丝毫不影响我的喜欢。其实男生穿汉服也非常的有气质。生活中呢，我是很少生气的人，因为我消气很快。点的外卖严重超时，本来想着一定要给一个差评，但是小哥解释一番后，我就会很快释怀。不好意思啊，待会儿啊，没事没事。这大哥还挺客气的。设计稿当时改了7、8次，领导最后说采用第1版吧，本来挺无奈的，但是领导一说还是小杰做的好，我的气也就跟着消了。我从小呢是跟姥姥姥爷一起住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很早就学会了自我疏解。我不是不会生气，只是有点不懂得表达和倾诉。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我大概就是那个不会哭的孩子吧。希望未来有一个他能听出我的喜怒哀乐，我也会在意他每时每刻的小情绪，一起做手工，穿汉服。你会是我的那个他吗？19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那个 VCR 里面说你是一个职业打游戏的选手是吗？但我其实是一个游戏白痴，我就想问你，如果你跟我这样的女孩子谈恋爱的话，你会怎么去权衡你的职业游戏以及我呢？因为打游戏的话，它是自我调节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跟你如果要是相处的话，我带着你一起玩，或者说我们去做别的更有意义的事情。好的，谢谢。不客气。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你身高多高啊？净身高是1.9米。哇，好高啊！我觉得我要站你旁边，应该是要仰着头看你的。没关系，我对身高没有要求。好，就是我有看到你打游戏打得很厉害，我是挺喜欢，就是打游戏当中男朋友带着我，然后在前面保护我。你会愿意带着我一起去上分打游戏吗？
哦，我当然愿意。好的，谢谢。8号，男嘉宾你好，比如说你的女朋友打游戏特别菜的话，你会对她发脾气吗？不会，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打游戏打的不是游戏，而是感情，打的不是游戏，而是感情。打游戏是提升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在乎那一场输赢。真的成了夫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有一对夫妻朋友，2个人跟我关系都挺好，也爱打牌，经常这2口子打着打着指着对方破口大骂，是经常就打不下去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吃饭吃饭，不打了。夫妻时间长了就会这个样子。当然，这2个也是不多见的，也是不多见的。1号。男嘉宾你好，你刚刚在短片中说你是一个不怎么会生气的一个人，我特别想问你上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太久没有生过气了，已经没有印象了，可能大概2、3年前吧。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消气很快的一个人，而且我也是不会把负面情绪带到生活当中的。2、3年没生过气了。你能记得曾经为一个什么事儿生气？我最生气的应该是当时的一个老板让我改稿，改了7、8次，然后结果然后让我用第1版的稿。7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就是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做一张海报嘛，就是一直通不过，然后改了大概4次吧，我就很生气嘛，然后就是你用什么办法就是压住自己心里的怒火的，就是这种。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每个人啊都要有独立的思想。我一般做海报的时候，我都是做2张到3张。第1张的话是会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做，第2张的话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是提前多准备几张是吧？对，这样的话给领导更多的选择。好，谢谢。你有没有什么自己做的手工的东西展示一下给我们看一看？有的。这个是我做的一个铁线花，然后当时是拿铁丝，然后一圈一圈一圈绕的，然后当时是做能有100多个，然后插成的这么一束花。这个的话就是我的手工纸模，然后我是通过3D 软件，然后做成一个3D 模型，把它拆分成平面，然后导入到纸模软件当中，然后再裁切，然后再粘合，变成一个立体的这个手工摆件。这个的话是我自己手磨的一个木簪，因为我就是汉服用得着的。不是，这个是想送给女朋友的因为木簪的话，在古代的含义不是定情的信物嘛，当时是想送给女朋友的，然后没送出去。今天我也把它带到现场了。那得头发多才能用得上。江欣。我跟男嘉宾其实挺多共通之处的，因为我本身是开汉服体验馆的嘛，然后从小就非常喜欢汉服，包括我也很喜欢做手工。我曾经用木头打了一个木质的那种梳妆架，就里面可以放各种首饰，然后也自己做过很多荷包啊、书签之类的那种手工，都有做过很多的。然后还有一个跟男嘉宾很像的，就是我也是一个不太会生气的人。哪怕你的气感觉已经拱上头了，但是别人说2句好听的，我的气马上就下来的那种人，所以可以多多关注我，谢谢。可以的。可以下一条。我只谈过1段恋爱，我跟他的认识算是非常的有缘分。有一次呢，我在社交软件上加了一个全国的交友群，在群里看到一个女孩和我的头像一模一样，就很好奇的看了她的资料，发现她距离我很近，于是我鼓起勇气主动加了她的好友。聊天时发现我俩小学、初中竟然都在同一个学校，我想我和她一定在某个时间段曾擦肩而过，但是没有打过招呼。我感觉我跟她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感情升温得很快，我就跟她在手机上表白了。但是我觉得表白应该有仪式感，就把我俩相识的过程做成视频，给了她一场正式的表白。按我的性格，
当面表白其实非常需要勇气的，但如果女朋友喜欢，我就愿意去突破自己。我希望她能感受到我有多在意她。在我看来，感情是需要用心经营的，看到就买合适她的化妆品，时不时的小礼物。给你的小礼物，你喜欢的话，下次还给你做。把爱意藏进精心准备的礼物里，那份礼物就会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后来因为当时自己刚毕业，面临各种事情压力比较大，而他还在学校，没法理解步入社会阶段后的我为什么不再围着他转。他觉得我不爱他了，吵了1个月无法解决，我们选择了分手。我认为理想的恋爱状态是2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期待未来的你温柔懂我，可以的话一起养一只小宠物，开开心心去过好每一天。李恒，男嘉宾你好，刚才在 VCR 里你有讲到和你的女朋友最后分手的时候是吵了1个月，那当时是什么节点让你觉得无法忍受，你要分手？其实当时是这样的，我们每天都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去吵架。当时我是刚毕业，然后找了一份新工作，在新的单位呢，我连手机都不敢碰。然后因为以前我对他就是特别的体贴，特别的关照，然后他在学校里面，然后可能就习惯了这种模式。但是当我进入到工作岗位之后，这种关心和关爱少了，然后他就觉得我不爱他了，然后就每天以各种小事情跟我争吵，最后没有办法，我们才分手的。司马懿。男嘉宾你好，我刚看那个图片上你有一个做的木簪，那个是没有送出去的是吗？对，那个是还没有送出去。你做的时候是想要送给他的，对吗？对。韩冰雨。我想问，就是你上一段那个木簪子是半成品吗？那你们已经分手了，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把这个木簪子完工了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你们已经分手了，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把这个木簪子完工了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上一段恋情到现在的话，得将近快1年多了。因为当时我是想能跟他长久的话，就把这个定情信物送给他。但是现在想结束上一段感情，然后开始下一段新的感情，我觉得那个木簪子我可以把它捡起来，然后重新做出来，这样的话把它送给我现在心仪的女生。哎呦10号。男嘉宾你好，我之前遇到过一个事情啊，就是我前任送我一条项链，其实那条项链是他把还没有来得及送他前女友那条转送给了我。我之前带着他跟我说这是定情信物，我当时是非常开心的心情。你是怎么得知的很重要。是我朋友偷偷告诉我的，后来看我蒙在鼓里不忍心，所以当我听到男嘉宾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 OK。死在了这个木簪子上。男嘉宾的确是有些时候你的这个解释吧，会让女生觉得那个是带着你对前任的爱做的东西。你那个发簪子你带到现场来，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女孩你出现，让我当下就啪了，那就可以。之前不管磨了多久，不管花了多少心血，彻底翻篇儿，在我的世界里完全消失，不再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这是可能唯一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带到现场的话，他不能跟前女友吵在一块儿。对，他寄托了你的想象，在你磨它的时候，你脑海中是有对象的，那是一个私人定制的艺术品。
很遗憾。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